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師努魯基 Sam。今天我們再次騎車出發，不過呢，這次可能是最後一舞啦。過了個橋，來到了台北的文山區。這次要一起去騎車的，還有我們的舅桑。早。是的，這次的最後一舞呢，不是我的最後一舞啦哈，是跟我們舅桑的最後一舞。因為呢，他在去年12月年底的時候辭去了工作，然後呢，準備要下去屏東去開展他的一個新的事業哈。大家看我這個眼神，不好意思啊，因為早上很早出門，這個往東邊騎106的時候呢，都會這個逆光了哈，所以眼睛一直往前看。那說到我們舅桑呢，他準備要去南部工作啦，所以呢，他也很念舊的哦，說12月的時候他很空，看有沒有機會我們再一起出去騎車一次，因為以後也很難，我會經過屏東，然後他又要剛好有空，我們才有機會在南部騎車，所以呢，就真的有點感傷哈。那雖然說也不是說每天都在約啦哈，可是已經一起騎過好幾次車了哦。第一次騎的時候呢，覺得有一點陌生，慢慢的熟悉起來。那第二次的時候呢，就變成了我們一起來介紹 Five 手套啊，然後這一次就是第3次了。好，那我們就到了那個新北的平溪這邊來吃個早餐。好久不見，上次一起騎是講那個對手套的時候，好久了，好久了。好，那我們來吃一下早餐。舅桑呢，他真的是一個扎扎實實的騎車人了哈。除了他的這個騎車資歷很早就開始騎擋車之外呢，他每次跟我見面的時候呢，他也都會跟我分享，身為騎車人，什麼東西很好用。像這一次他就發現了一個新的這個攝影包，它這個3角的這個結構還蠻好的哈。好啦，早餐來了，我們先來乾一杯吧。雖然呢也不是常常見面哦，但是呢想到他要去南部就覺得有點捨不得。這裡是平溪農會的4樓咖啡廳，價格不是很便宜，但是呢還蠻方便的。好啦，簡單的吃完了早餐，我們就正式的要出發前往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目的地啦，那就是我們的五分山。因為12月嘛，那時候正值是台灣的這個秋冬的時候哈，五分山的這個芒草正美呀所以我們就決定要騎過去那邊，簡單的來去看一下。好，要去5分呢，要先經過10分哈，這個很有趣吧，對不對？然後呢，從10分這一邊經過了這個平交道咖啡，這個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常在這邊車聚了啊。前往五分山的路上呢，有的時候出一下太陽就覺得心情還蠻不錯的，但是有的時候呢又進入了陰天啊，又要跟舅桑分開了哈，這個有一點感傷的這種氣氛，芒草啊，這個秋冬的這個好像很適合離別的場景。哎呀，反正我們都還在這個社群裡面了哦，我們就不要覺得這個太感傷了啦。這邊真的是每次都不會讓我失望哦。你看這個風景真的是非常不錯，還可以遠遠的看到我們這個瑞芳基隆的海邊。然後呢，他就帶我這個一路的這個騎啊，騎到了一個比較直的路的時候呢，他就跟我報一個這個非常好的拍照的秘境。那這一邊呢，這個路呢比較直，然後它的末端呢卻又是這個五分山的氣象台。那邊呢剛好又有一個 Z 字形的路一路這樣子上去，這邊拍起照來呢真的還蠻有這個構圖的。好，換舅桑來幫我拍啦，哇，他也是蠻會拍照的尤其是他很會調色，我覺得他調色起來呢都還蠻有感覺的。哇，我的 CB300R 變得好帥啊！其實每個人對於騎車呢都有自己比較喜歡的一個風格那像我跟舅呢都還蠻喜歡騎車看風景然後拍照的。那我們花一點時間在拍照上面，調位置啊，然後呢調角度啊，拿出相機啊，然後再放回去这些東西都還蠻花時間的。所以
剛好2個人都願意為這個來花時間的話呢，我們的步調就會比較一致。好，那麼就這樣騎着哦，大概就是3公里左右的這個距離，我們就上到了五分山氣象雷達站啦。我會發現那個舊的車上還有這個東西，這個叫盲點偵測。所以你打左轉燈的時候，左邊有車的話，這邊車機這邊會顯示，是不是？會顯示，它會顯示旁邊會亮紅線，是左邊、右邊跟正後方，它都會顯示在這個。我覺得盲點還算蠻好用的。對啊，開車的時候這邊有一個那個跑出來，就覺得蠻有幫助的。然後你這個架子是為了它新裝的？原本其實是沒有這個東西，是宏偉大大幫我想辦法，剛好那個很多人裝，拿出這個的時候我超開心的。為什麼？你可以鎖好多東西。這個東西它延伸性太好了，因為它有很多關節，对，所以你要怎麼調整都很方便。因為角度調好就不會調整，不會擋住自己的儀表。儀表也看得到，然後車機、自己的手機，对，就是充電的時候我才會拿出來啊。平常不要裝這邊，平常我比較不會震傷這樣子。对，就比較少。我有需要充電我才會加上去。那這個就是它的嘛？就是控制它。原本它是裝在這邊的，但我覺得它太卡手了，而且我的方向燈我覺得很難按，所以我自己把它移過来。然後請宏偉大大幫忙，可是他太忙了，自己動手啊，其實不是很困難，就把它自己改过来就好。他都在山裡，他都一天到晚在山上跑，他去的地方比我們更深山裡面。對啊，他那邊有很多東西可以把這個所有東西搞定，很多給戲。太感謝他，有需要可以去找宏偉大大。宏偉大大讚。那接下來呢，也是一連串的美照時間哦。那舅桑呢，他有用他的單眼拍起來，就蠻好看的。我就是用手機這樣簡單拍一下啦。不過呢，我還剛好蠻巧的拍到了他的一個很酷的一個神情哈。剛好他在遙望遠方，然後稍微有點皺眉，哇，這種感覺真的蠻酷的，讓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王傑的一首歌啊。當你說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時候。好啦，那照片也拍完啦，我們也差不多整理哦，再次着裝，準備要去下一個目的地了。好，那大家看哦，我們這種戴眼鏡的人，然後又戴這個 Z8 比較緊的安全帽，這個要整理的東西就是蠻多的啦。在這樣子一路往山下騎的過程中呢，我就覺得說，怎麼好像安全帽一直有被一個東西打到？是什麼東西敲到呢？還是我的耳機出了什麼問題呢？後來騎到這邊，我發現啊，原來是我的儀帶忘記綁啊。對，所以我說呢，就是我們戴眼鏡的人要戴全罩安全帽的時候呢，真的很麻煩到有時候連儀帶都忘記綁哈，所以只好呢停下來，就稍微再弄一下，再繼續上路啦。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呢是草山雷達站，那就是要先經過瑞芳經過這個基隆河這邊右轉，然後呢繼續往上騎，要騎到我們的這個9份山城這一邊啊。今天呢5分、10分、9份全部都經過了哈。今天是一個芒草之旅啊。好，9份這邊呢總是那麼多人哈，我看到人那麼多就好想趕快離開啊。然後這邊很神奇就是你騎一騎突然變成逆向，這個是一個很腦洞大開的馬路的設計哈。從那邊過來的人呢，如果你要右轉，要先靠左，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路？真的是蠻特別的啦哈。好，來到這邊呢，樹莓觀景台這邊左轉就進入了草山雷達站了。那這一邊呢，雖然當天的天氣大家看得出來是還蠻霧蒙蒙的哈，可是呢還是有蠻多人來這邊健行啊、散步的，因為沿路它這個旁邊都有一些步道哈。這個金瓜石這一邊啊，就是有蠻多步道，還蠻好看的，蠻好爬的。可是呢，今天應該是白牆，也是沒看不到啦。那我跟舅桑呢，如果我們上到草山雷達站，應該也是看不到什麼風景。不過呢，因為舅桑他就要去南部了嘛，以後要再上來草山雷達站就不是那麼容易啦。那麼我就捨命陪君子，陪他一起去一趟了哈。騎着呢，就來到了這一個路段哦。這裡應該算是2座山之間的鞍部哈，它兩邊都是山谷，風景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拍照了哈。繼續往前騎呢，就看到右邊這個就是這個廢棄的草山雷達站，但是我們要再往上騎，來到這個觀景平台。哇，這邊呢就是這個平常真的風景很漂亮，不過今天就在迷霧當中來吃個早餐啦。雖然是迷霧蒙蒙啊，不過還是要拍張照片來紀念兩位大叔的友誼呀。好啦，吃完了早餐，拍了照，那我們就準備下山。然後那個草山雷達站就是這樣哦，這邊下去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一點。然後我們就回到了剛才的鞍部來拍照。迷霧中的攝影，對，迷霧中的攝影。雖然是迷霧中的攝影呢，但是拍起來還真的蠻好看的，是不是？我覺得這都是歸功於舊賞他的構圖還有他的調色啦。那這張是我拍的，也還不錯吧？今天除了是跟舊賞的可能是最後一舞哈，那也是我這個 Z8 安全帽的首次出航啊！哇，戴上它真的覺得整個頭啊被包覆的蠻扎實的，然後這個安全帽的整個質感啊、細緻度啊哈都沒有什麼阿索比哈，不會覺得啷啷的，感受蠻不錯的啊。經過了不厭亭，哇，這邊這條即墨公路看起來總是那麼的漂亮哦。那按照慣例呢，如果來不厭亭這邊，大概下來雙溪，我都是來吃阿娟小吃啦啊。這邊的這個蚵仔湯，哇，這個我覺得是必點。你看哦，小小一碗也不貴，銅板價，它的蚵仔都是很大顆的。然後呢，這個左邊這個臭豆腐啊，不好意思啊，因為太好吃了，所以我吃到一半才想起來要拍一點影片給大家看吶。阿娟小吃，我覺得真的是價格實惠哦，分量又很夠。像那個我們舊賞吃這個燴飯，吃到後來他有一點吃不下呀。好的，一整天的行程我們真的跑了很多點吶。騎這個106呢，經過了平溪的10分，然後呢5分山，然後9分，然後呢草山雷達站，再下來這邊雙溪，我們真的跑了很多的地方。那希望我們舊賞去南部工作呢，一切都順利哦。不過人生還很長，說不定我們還會在北部再次見面，我們再一起騎車吧。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歡嗎？如果你喜歡，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還要開啟小鈴鐺。那如果你喜歡看很多機車美照的話，記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臉書哦。我是郭巴老師，我們下次再見咯，拜拜，安妞。